如果说游戏科学钟馗新年贺岁片里的厨师是钟小妹的话，那么影片最后被地狱使者押解的，就是刚撞船而死的新年钟馗了吗？贺岁片开始时，游戏科学对传统的锅巴汤菜进行了暗黑化的改造。首先是传统的黄鱼变成了赤如这种人手鱼身的怪物，显得非常诡异恐怖。另外像是一些配料，虾仁变成了肉，是一种会眨眼睛的肉，显得猎奇惊悚。其他像是葱姜蒜这些小的配料都变成了一些成精的妖怪，是长有眼睛的，好像在钟馗的世界里万物都有灵。另外是传统锅巴汤菜使用的高汤变成了棒精熬制的汤底，像是其中撒的香料变成了梅精的花骨朵。最有趣的是棒精做了一个反预期的设计，人们印象中棒精往往是美女妖精，贺岁片里面反差变成大叔。贺岁片虚幻引擎实时渲染的效果令人惊叹，但同时也有一些细节略显不流畅。比较明显的是料理食材是各种食材的纹理抖动的稍微有些不自然，也看得出来为了贺岁游客在百忙之中确实抽出时间赶在春节之前制作的。那么影片来到了重头戏，如果其中的厨师是钟馗的妹妹，有一个传说她叫钟媚儿，那么影片最后的犯人是钟馗吗？我觉得不是。首先钟馗的妹妹与小鬼的相处发生在钟馗死后成神之后，所以实际上这个押解的犯人我觉得应该不是钟馗，而在钟馗成神之后，钟小妹才跟小鬼已经相处熟悉了。钟小妹也有可能是谋了一个差事，帮助远赴黄泉路上的鬼魂呢在路途中间做一顿饭，而且还极有可能趁此打听鬼魂是否有冤屈，从而与钟馗互通有无。犯人不是钟馗的可能性还有一点，众所周知，钟馗进京赴考途中遭遇变故，容貌损毁之后，殿试虽然凭才学被点为状元，却因为相貌丑陋被朝廷革去功名，愤而撞监自尽。那么如果犯人是钟馗的话，影片中样貌特征就很明显。此时的犯人如果是新鲜死去的钟馗，那么他的容貌不仅丑陋，而且应该还有撞头之后的伤。如果影片一旦揭示犯人的样子，玩家就一下知道他是钟馗了。反之，如果犯人容貌正常，那么玩家一下子就知道他不是钟馗了。所以根据时间关系，就是钟馗的妹妹与小鬼相处发生在钟馗成神之后。第二点就是钟馗面貌明显，一旦犯人露脸，玩家很容易判断是不是钟馗。所以即使犯人没有露脸，即使厨师是钟小妹，但是这个犯人我觉得极大可能不是钟馗。本次的贺岁片呢，虽然说游客跟游戏本身关系不大，但是最后押解犯人来吃饭的情景应该就是游戏时装的内容。当然本期视频呢纯粹主观猜测解读期待后续钟馗的游戏预告片。各位朋友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